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1997年的黄鼠狼讨风事件？这可是典型的动物成精案例。据说当时有人真的遇到一只会说话的黄鼠狼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事情发生在河南太行山一带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李姓大哥。李大哥家境贫寒，和妻子以种地为生，但庄稼的收成完全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。大儿子要上学，小儿子要治病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李大哥只能在山上找猎物，拿去镇上卖钱。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还要挤出时间去打猎，经常出现天色太暗，只能在山上过夜的情况。事发当天，李大哥在山上找了很久，都没有找到猎物。眼看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怕是赶不回去了。天再黑点，说不定就会有什么猛兽外出觅食，他必须找到一个藏身之处。一路走走停停，李大哥找到了一处山洞，刚在山洞里点起了火，身后就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。李大哥心道不妙，他缓缓转过身子，看到只是一只黄鼠狼后，便松了口气。但下一秒，黄鼠狼的行为让他险些喘不上气来。黄鼠狼竟然开口说话了，他问李大哥：“你看我像不像人？”李大哥哪里还有思考的能力，只能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连忙迎合着他像人。黄鼠狼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便离开了。这一晚的遭遇过于魔幻，第二天下了山，李大哥就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村民们。听村子里的老人说，黄鼠狼这是在讨风。这些黄鼠狼已经修炼很长时间了，如果你说它像人，那么它就可以修炼成人；如果你说不像，它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黄鼠狼竟能开口说话，黄鼠狼讨风事件是否属实？动物真的能成精吗？在不少民间传说中，动物都是能修炼成人的，黄鼠狼讨风便是如此。除了河南太行山一带，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过动物讨风事件，只不过故事的主角变成了其他动物。但这些动物的共同特点都是会开口说话，询问人类自己像不像人，被询问的人给出肯定的答复，他就可以幻化成人。这种行为就叫做讨风。黄鼠狼是在向人类讨封赏。但如果有人说他不像人，导致对方无法化成人形，这么多年的修炼就会以失败告终。那么在对方化成人形后，这个人就会遭到报复。不少比较迷信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，认为动物是可以化成人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但从科学的角度分析，只有人类是可以开口说话的，其他动物没有这样的能力。它们虽然有自己的交流方式，但不能像人类一样说话。不仅如此，动物们的寿命普遍比人类短，修炼成人更是不太可能。因此，黄鼠狼讨风只是民间传说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说，还是与黄鼠狼身上的种种异常行为有直接关系。当人们对动物的某些行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时，就会联系到精怪身上。不难发现，民间传说中会修炼成人的动物都是黄鼠狼、狐狸或者狸猫这些比较聪明狡猾、具有灵性的动物。黄鼠狼会开口说话，向人类讨风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人们对黄鼠狼的评价总会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。然而事实上，黄鼠狼只是一种平凡普通、会生老病死的动物，它的神秘之处全都来自于它的保命技能，也就是它体内的臭腺。黄鼠狼放出的臭屁不仅臭，还有迷惑敌人的作用。这种气味会让人在短时间内神经错乱，甚至会出现昏迷状态。以前有人发现黄鼠狼偷鸡吃，便上前驱赶，没想到刚接触到黄鼠狼就有些神志不清，不久之后就开始说胡话。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这是黄鼠狼的臭腺导致的，就会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自己得罪了黄大仙，被黄大仙施了法，暂时附了身，等黄大仙解气之后才离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在晚上见过黄鼠狼神神叨叨的双手合十，对着月亮跪拜，像是在做什么法。黄鼠狼在人们心中就越发神秘了。其实这只是黄鼠狼要在夜间外出觅食，由于它的夜视能力不太好，只能借着月光去观察周围的环境。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在人类眼中竟如此诡异，种种诡异行为叠加在一起，慢慢的，黄鼠狼获得了黄大仙这样的称号。即使现代科学已经对黄鼠狼的反常行为做出了解释，但在人们心中，黄鼠狼依旧是一种神秘且有灵性的动物。民间关于黄鼠狼成精的传言也越来越多，